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 Galore 这篇论文。Galore 是2024年3月最新出来一篇论文。好，那它的标题是 Memory Efficient LLM Training by Gradient Low Rank Projection， 也就是说，它事实上是一种训练大型语言模型的方法，然后它可以在使用比较少的记忆体的情况下来做训练。那它的方法呢，事实上是把 gradient 在我们计算梯度的时候呢，在比较 low rank 的情况下来做来做这个计算，所以它可以节省一些记忆体。那我们后面可以把它跟这个 low rank 以前的这个 LoRa 这个方法来做个比较。好，那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说它这个方法跟 LoRa 的比较。好，那我们看下 LoRa 这个演算法。LoRa 这个演算法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在我们计算这个大型语言模型里面，最重要的事实上是里面这个计算这个 cell attention 这个区块。然后在计算这 cell attention 区块里面，最重要的地方，事实上是我们会把我们前面的这些输入层呢，透过这个 WK、WQ、WV 这个三个投影层，把它投影成 QKV 三个向量，然后并且在 QKV 这个向量里面，我们会在 KQ 中间计算一个这个做一个大 product， 好，然后完了以后呢，做一个 somax 以后，反正然后再去跟那个 V 呢去做一个权重的去计算。好，那这些计算基本上都牵涉到是一个就是说一个大的这个 projection 的 matrix。所以其实我们在 LoRa 这里面，它作用目标主要就是在这个大的 WK、WQ、WV 这三个 matrix 里面，我们把它利用一个low rank 的 matrix 来取代这个大的这个 matrix。好，那所以因为这中间这个 rank 呢，这个是 n 是 r 的话，我们如果它是比较小的话，所以基本上它是需要存的这权重就会变小了。比如说原来这个是 d by d 好了，然后这是 r， 那所以这个 d by d 它事实上是要 d by d， 但是如果我把它变 low rank 的话，它就变成两个 d by r。好，那这个 d 比如说这 d 是2048乘2048好了，好，那这 r 比如说是512，或者是256，比如说它是这 r 通常会很小的，比如说 r 它用一个比如说64好了。好，那64就算乘2，它也是128跟2048比起来，其实还是小的蛮多，所以这是为什么 LoRa 可以省记忆体的这个原因。好，那所以这个那当然它这个计算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它中间这个区块的话，它事实上原来这个绿色的这个 original 的 weights 的这个矩阵呢，它会变成用一个 low rank 的矩阵来做这个做一个augment， 就是做一个增量的意思，就是说事实上最后结果它是让把这两个结果给加起来，所以这原来矩阵它实际上是不变的，然后它是让加了一个新的矩阵上去，所以我们在做 fine tune 的时候，其实我们只训练这个 fine tune 的矩阵，我们原来这个大的矩阵我是不去做计算的。好，但是这种方法其实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通常这个原来这矩阵它其实并不见得是一个 low rank 的矩阵。好，那所以现在呢，我用一个 low rank 矩阵去增量它，当然大家可以想说fine tune 可能也许不会把它 fine tune 的太多，所以我们希望这个 fine tune 矩阵虽然原始的矩阵不是一个 low rank， 但 fine tune 矩阵是一个 low rank。但在实际上来讲的话就是这样做会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说，其实这个 fine tune 也不一定是 low rank 的，所以它虽然它的差别很小，但是它其实也有可能不是 low rank 的。那如果它不是 low rank， 我们硬是把它分解成 low rank 的话，那意思说它的效果就不会是最好的。所以当在实物上我们会看到用 low rank 去 fine tune 来的东西，事实上是没有用原始的 full rank 的矩阵去 fine tune 来的效果来的好。好，那当然这个是一个问题，那另外更大的问题是，其实LoRa这东西事实上是没有办法拿来做 pretrain 的，所以意思说什么呢？你一定还是要先有一个 pretrain 好的这个大的这个 matrix， 你才有办法用 LoRa 来做 fine tune。好，那好，那在讲这个Galore 这方法之前，我们先来 review 一下这个 gradient 实际上在这个我们到底是怎么去利用 gradient descent 去 fine tune 这个权重。那我们知道就是我们一般 gradient descent 我们在 update 这权重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会用这样一个
这个式子来做。那我们会先去把这个轨点先把它算出来，然后我们再用轨点呢，我们去更新它。好，那当然就直接使用这个轨点底线效果通常是不是很好啦，所以通常我们会用一个 sigma 这个function。好，那 sigma 这个 function 就是我们一般所谓我们的 optimizer。也就是说，就比如说是 momentum 啊，或是 Adam 啊这些演算法，然后这些演算法的特性就是什么？它其实是会拿这个轨点当它 input， 然后它输出另外一个这个平均的轨点，或者是一个调整过的轨点。那这调整过的轨点是什么呢？它可能就是通常的做法就是它会考虑过去的轨点的过去几次我们计算出来的轨点，一起来帮我们计算说，那实际上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调整这个权重是比较好的。所以但实际上这个也就是我们在那个训练这模型的时候会要用的比较多 memory 的地方。好，比如说一个 Adam 这个 algorithm 来讲的话，它整个 update 的公式大概是长了2、3、4这3个式子这个样子。我们可以看到它在更新的时候，它其实是会用到 nv t-1 跟 v 的 t-1 这两个矩阵。那这两个矩阵其实它是在前一步计算出来被我们存下来的，所以事实上我们是需要记忆体来存这个 n 跟 v 这两个矩阵。那这两个矩阵它要记忆体其实跟 G 本身 GT 本身是一样的，跟轨点本身是一样的。所以意思说什么呢？那我们就需要除了轨点本身以外，我们还要再两份的记忆体来存这个轨点过去的一个 history。OK， 那这个也就是说 Adam 事实上它需要这 extra 的 working memory 来保持这个轨点的 history 的 information。好，那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想要省记忆体的话，那事实上我们最好就能够用比较少的 memory 来存这些轨点的 history 就好了。好，那在 Galois 这个方法里面，他的想法就是说，那我与其去存一个这个 low rank 的权重档，我不如就来存一个 low rank 的 gradient 就好了。好，所以呢，所以他的方法就是他希望这个 n 跟 v 都是一个低质的矩阵，都是一个低质的矩阵。好，然后那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用比较少的 memory 来做这个事情了。好，这方法当然很简单了，但现在问题就是说，这个我怎么样从 G 呢得到这个 n， 怎么样从把这个 n 跟 v 呢，就有时候我怎么样得到一个比较低 low rank 的 gradient 的这个矩阵呢？好，那但是第一点，在这件事情，我们先要想一件事情，这 gradient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 low rank？ 就像 weight 一样。好，如果就在 LoRa 里面，它的问题就是，其实这个 weight matrix 本身并不是 low rank 的，但是我们硬是要把它用 low rank 来近似它，所以就会使得效果变得不好。好，那到底这 gradient 是不是 low rank 的呢？好，那当然在这篇 paper 里面，它是有用了一些比较简化的例子来讨论，就证明说，它真的是非常有可能是 low rank 的。那其实它的证明其实也是一个近似啦，就是他找了一些比较可以分析的状况来说明它，然后他到最后可以证明，就是说它其实是有很高的几率是 low rank 的，但他其实也没有保证它一定是 low rank 的。好，不过我们后面会讨论说，就算如果它只要是有高几率是 low rank， 其实也就足够了。好，那但是在我们看那个证明，其实数学上比较复杂一点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这个直觉的方法来想，就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些那个 gradient 这个东西呢，其实比起权重本身来讲的话，它其实更有可能是一个 low rank。因为什么呢？因为 gradient 这个东西的话，它事实上在计算 gradient 的时候，我们就它就在计算，就是说我的一个 output， 当我一个 output， 我今天在这个比如说我一个矩阵，我一个东西计算我的 output，
好，那这可能有很多个 input 嘛，好，那当我这个 output 我希望它变小的时候呢，那到底我每个 input 我要怎么改？好，那实际上在很多这种矩阵计算里面它其实并不是每一个值都会影响这个 output 的。比如说这 output 的时候，它可能里面可能其中就有，比如说这个如果是一个 max pooling 的话，假如它是一个 max pooling 的话，它事实上这么多 input 里面只有一个 input 会影响这个 output。所以意思说什么？那这 gradient 本身其实也就是 sparse 的。那而且事实上就是说，等于是每一个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即使它不是 max 这个运算的话，它很多运算其实它实际上这个 input 里面真的会影响 output 的呢，其实只有1-2个影响成分会比较大，剩下的影响实际上是比较小的。因为这权重可能会有大有小嘛，所以说什么这个以这种直觉来看的话其实这个gradient它其实蛮容易是一个这个低质的一个东西。当然这个只是一个说法啦，这其实并不是一个证明。但好啊，我们就先假设说这gradient真的是 low rank 好了。好，那现在问题是，那我怎么样去取得这个 low rank 那个 GT， 我怎么样让它在用 low rank 的矩阵来表示它呢？好，那这个当然以线性代数里面来讲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 SVD 分解来做这件事情嘛。好，那所以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利用一般的 SVD 来做这个事情。好，那 SVD 是这样，就是我可以把任何一个矩阵对 SVD 讲，它实际上任何矩阵都可以做 SVD， 可以把它分成3个矩阵的相乘。好，那中间呢这个 sigma 其实是一个对角矩阵。好，那对角线的值事实上就是它所谓的 singular value。好，那这些 singular value 呢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会把它由大到小来排列，也就是左上是比较大，右下是比较小的。好，那在一般很多 SVD 的应用里面的话，如果我们要去把用在做那个 low rank 的 decomposition 的话，那通常的做法就是我们会把这些比较小的这些 sigma 那个就把它就干脆把它设成0了。就干脆把这些东西就设成0了。那意思说这些东西就变0了，就变0了。那因为这旁边已经都是0了嘛，所以事实上这个矩阵就只剩上面这一块了，所以它事实上就变成一个比较 low rank 的矩阵。那你如果把这些乘起来的话，事实上下面它就会有一大段全部都是0了，这 G 就会变一堆都是0，只剩下一个比较小的矩阵，比较 low rank 的矩阵了。好，那所以我们如果做这样的事情的话，意思说什么呢？我这边的 PT、GT、Q 呢，它事实上是可以用一个比较 low rank 的矩阵来表示它。那完了以后，这个 sigma 它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Adam 的 algorithm， 也就是说，我实际上我要在做权重 update， 我要去 implement 这个 sigma 这个矩阵的这个 Adam 这个 algorithm 的时候呢，我要存的这个 gradient 的 history 呢，它就变成是比较 low rank 的矩阵，意思说它占比较小的空间。好，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得到节省那个资源的目的。好，那当然就是说，这最后 Adam 计算完了以后，其实我还是要把它 project 回原来的维度啦，这样我才有办法把它加到原始的这个权重档里面去。好，所以实际上整个这个 Galore 这个 algorithm 呢，它大概就可以写成像这样的一个式子来表示它。好，我把这个我计算出来，用 backpropagation 计算出来这个 gradient 呢，我先把它做一个 SVD 的分解，求得 PT 跟 QT， 然后用这 PT、QT 我就可以把它 project 成一个 low rank 的矩阵。然后接下来呢，我去做这个 Adam 的这个演算法。这个其实就是 Adam 的演算法。好，那我去求到了一个我真正要更新的这个gradient的值。因为我考虑的这些过去这些 history 或考虑这些 momentum 这些东西呢，我基本上我就可以得到一个这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更新的方向跟大小。那完了以后呢，我再把它 project 回这原始的维度里面去。好，那这样的话我就得到这个 GT， 这个就可以拿来做权重的更新。因为这个 GT 就跟 这个 GT 就跟原来 GT 呢其实是同样维度的东西，那我就可以拿这东西
直接更新我的权重的矩阵。不过呢，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也不会这个 PT、QT 都用了，那通常我们就是会用一半就好了。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实际上我们是先把它 PT 的 transpose GT 然后做 sigma 就好了，然后再把它用 PT 把它 project 回去，然后这个 QT 呢就拿到外面来，这个 QT 的 transpose， 那这个两个其实 SVD 的这种分解在 QD 的话，它基本上这两个事实上这个是会是 identity， 所以这个就没有了。所以意思说什么呢？我把这个地方我就可以擦掉了。所以我剩下来就其实就只剩下这个式子了。也就是说我直接用 PT 这个矩阵呢，把它 project 到把这 GT project 到一个比较低的维度去，然后去让这个 Adam 的 algorithm 完了以后，那我再把它 project back 回原始的维度，这样就可以了。好，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实际上它演算法长什么样子。它演算法就其实就这个样子。所以第一步呢，我们先用一般的 gradient descent， 就是我计算这个 gradient， 我用 pre-propagation， 把这个计算就是说，那个每一个这个权重档的梯度，把它计算出来，存在 GT 里面去。好，那接下来呢，我会去计算这个 PT 出来。那大家在这边可以看到这个 PT 这个 T 呢，其实呢，它会有两种不同可能性。一种就是我直接就用前一个 PT，但是在这个东西在每 mod t 等于0，也就是说每 t 次的时候，我会去做一次 SVD 的分解。那我们这可以看，就比如说这一开始的时候 t 等于0的时候，我会先去做一次SVD 的分解，然后完这个分解出来的这个 U 的话，我基本上就把它当作是我现在的 PT。好，那接下来的 T 减一次呢，我就基本上都用同一个 PT 了。也就是说，其实我这个 SVD 我并不是每一次去每一次去更新权重的时候我都去计算，因为如果我每次计算的话，其实 SVD 的计算代价还是蛮高的。我如果每次去算的话，事实上这 overhead 太大了，那这样就有点失去了我去做这个 GLOW 的意思。这样其实也是可以的啦，但是这样的话就变成是我等于就是拿时间再换空间的意思了。那当然如果非必要，如果真的必要的话也可以这样做，但事实上我们在后面的实验我们会看到，其实这样做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好，那我们现在就就是说我们就了解说，其实我会有一个 update 的 period 就是了。好，那我有了这个 PT 了以后，那我就每次用这个 PT 把这一次我计算出来这个 gradient 呢，我先把它 project 到这个 low rank space 里面去。好，那我把 project low rank space， 其实我就是得到了这个 RT。所以这 RT 基本上已经是一个比较低质的一个矩阵了。那接下来我就在这一个子空间里面，我去 implement Adam 这个演算法。那其实这边不见得一定要是 Adam 啊，它可以是任何一个 optimizer 都可以。那所以我这边就计算出来了，所有这些都计算完了以后，最后的结果呢，我就得到了一个 NT 了。好，然后完了以后，我就把这个 NT 呢，我再用 P 这个矩阵把它转回原来的维度去。好，那所以这个就是我最后得到的这个梯度。好，那接下来我就用这个一般的 gradient descent 演算法去更新我的权重矩阵。好，然后完了以后我就再做下一轮回的更新。好，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 Adam 的 algorithm 呢，其实我等于最重要的，其实我就是多做两步，先把它 project 到低阶，然后计算完再把它 project 回高阶，就是这么一回事而已。
那所以这里面唯一我用到的东西就是我这个 project 我这个把它转换成低low rank 的矩阵的方法怎么做呢？事实上我是用 SVD 的方法来做这个事情。OK， 所以其实整个 Galore 这个 algorithm 其实是非常的简单的。如果大家去看它的程式的话，其实它整个 Galore 这个程式其实也没有多少行的程式。好，所以接到这边，其实我们已经把 Galore 的 algorithm 讲完了。好，那我们现在稍微对这 Galore 的 algorithm 稍微做一点讨论好了。就是说，所谓第一件事情是说，我们要讨论的事情是说，那我在这边做这个，每梯次我才去更新一次这个 project 矩阵，这当某种程度从数学来讲，其实不完全是正确的，因为就是说，其实对这个 GT 来讲，我每次的 GT 其实我是重新一次被跑给你算出来了，所以其实它事实上是 GT 跟 GT 减一，事实上是完全不一样的矩阵的。但是我用同样一个 projection 的矩阵来把它转到 low rank 去，其实某种程度来讲，这其实并不完全正确的。好，那但是如果我 keep 用这个东西的意思说什么呢？好，我就假设这个 GT 呢，好，它永远在某一个 subspace 里面。好，也就是说，实际上是这个有一点就像有一些这个那个过去有一些研究是projected 的 gradient descent 的这种 algorithm， 也就是说它事实上是在一个特定的子空间里面去做搜寻。好，那这边就其实这个就在讲这件事情。好，就是说实际上呢我们的这个权重呢假设我们权重现在一开始是 W0 好了。好，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去做一次 SVD， 我得到一个 PT 好了。好，我得到一个 PT， 那这 PT 其实某种程度来讲，它事实上是在我的整个权重的空间里面，我 define 了一个 subspace 出来，一个 low rank 的 subspace 出来。好，也就是说就它事实上是限制在这个 subspace 里面，这个蓝色的 subspace 里面。然后所以剩下来的我的 gradient， 因为我都是限制在这个 subspace 里面，所以实际上也等于说我的这个权重一定在这个 subspace 里面跑。好，所以那我在这边更新了 T 次。好，我在这个地方跑，也就我在这每一个点呢，它的 gradient 可能都是不同的方向，但是理论上我可能要去用不同的方向去在不同的 subspace 去更新它。好，但是我不管，我都先把这个 gradient 我都先 project 到这个 PD 所定义这个 subspace 里面，然后我在 subspace 里面去慢慢更新这个梯度。好，直到我找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又计算了一次新的 PT prime 这个新的 PT。那一个新的 PT 意思说我定义一个新的 subspace， 比如说这个 PT prime 呢它就是粉红色这个 subspace。好，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在这个 subspace 里面去更新它。好，那当然所以其实这个我们在用这 T 当 period 去更新这个去更新这个权重了。其实某种程度来讲，我们可以把它想成事实上我们是在不同的 subspace 里面去 search for 这个最 optimized 的 solution。好，那当然这个东西当然你可以说这个不如这个我每一次更新的时候我都是 full rank 去更新来的好。对，这样讲其实是没有错。好，但实际上来讲的话，我们这个 Galore 这 algorithm 它事实上来讲的话，它就是说因为你每次都用 full rank 的话，你要用很多的 memory 嘛。好，那它事实上它做的事情就是说那我就是把它用比较 low rank 的方法在一个 subspace 里面搜寻它的最佳解就好了。那我每踢个 period 我就换一个 subspace， 所以意思是说什么呢？假设我今天换很多次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来讲，我也等于是可以在这整个 full rank 里面做摄取这个最佳化的 solution。所以看这个虽然说这个 Galore 这个方法在 low rank 我们把 gradient project 到 low rank 里面去摄取的话，其实呢它并不太会影响到我们最后摄取到这个 solution它的结果它其实因为只要我的
换的这个 PT 的次数够多的话，其实我还是有机会找到一个真正 global 的最佳的 solution 的。所以这跟 LoRa 里面它直接就是硬是把这 matrix 把它 map 到一个 subspace 里面去是不一样的。因为在 LoRa 里面，它直接把它 map 到 subspace 去的话，意思说什么？它就没有可能找到那个最大化的 solution 了。因为如果除非这个最大化 solution 刚好在那个我们分解出来那个 low rank 的 vector space 里面，但是其机会并不是那么大。所以，但是以 Galore 来讲，因为我们去做这个 projection 的是我们 project 是这 gradient 这个东西。好，那所以 gradient 这个东西我可以一直换嘛。好，但是那个 matrix 其实我那个 weight matrix 就一个我不可能一直换那个 weight matrix 因为它就是结果嘛，我每次换掉以前的东西就不见了。但是 gradient 的话，其实你可以把它想成说我在不同的 subspace 里面去做 search， 那在每个 subspace 我都在那个 subspace 我想办法找到最好的 solution。 好，那等到我 update 几次了以后，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再找到更好的 solution， 那我就换一个 subspace 再继续搜寻。所以只要我换的这个 subspace 够多的话，理论上来讲我就很有机会会找到那种最佳化的 solution。 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 Galore 这个方法，其实它其实比 LoRa 来讲好的地方就在这边。那也就是因为这种特性呢，其实这 Galore 这个东西它事实上是可以拿来做 pretrain 的。好，因为它事实上它找到了这个 solution， 它还是一个 full rank 的 solution， 它并不需要先像那个 LoRa 一样，它一定要先有个 pretrain， 那我才有办法来做 fine tune， 但事实上是可以 pretrain fine tune 都做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 Galore 这个 paper 里面一些结果。好，那第一个结果，它事实上它这个结果它是在显示说，那我到底 这个 period 我到底是要用什么值比较好呢？好，那实际上以它这个图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它在这两条红线间呢，其实这两红线呢，大概这个就是50，这个是1000， 50到1000中间的，其实你可以看它的效果都差不多的，都是平的。那你比较小的时候，它其实效果还是会变差。这个perplexity 事实上是只是那个越小是越好的。不，那个对，只是越小是越好的。所以你可以看，如果我 update 的 period 理论上来讲的话，我 update period 的时候，假如是1的话，那意思说我等于是我每一次都把 project 到那 low space 去 search， 其实我们会发现，其实它效果也没有特别好，甚至还有一点点，事实上是有一点变差的。那这变差的原因其实是跟它 low rank 的一个假设有关系的。我们后面我们看到 low rank 它那个导正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就是你事实上它好玩，就是它一定要更新很多次，我们才有办法保证这个 gradient 它是 low rank 的。这个实际上是蛮好玩的一件事情。好，但你可以看后面这边它其实基本上后面这边几乎都是平的，那有微微的上升但是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平的。好，意思说，所以就是什么，我更新太多次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好处，所以就是50到1000次里面选就好了。OK， 当然我多做其实是有好处就是我少做一些 SVD 啦，但是我也不能弄得太长，弄得太长也没好处就使得我们比较不容易找到那个好的这个 solution 好，所以让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 LoRa 跟 Galore 它的比较。好，所以在这边的话，你可以看以 Galore 来讲它在权重档来讲的话它是 NN。在 LoRa 它除了这个 NN 这个矩阵以外，它又多了2个矩阵，因为 LoRa 它事实上是 augment 嘛，就是大家记得，就其实这个是原来矩阵，那 LoRa 它事实上是存了2个这个矩阵在这个地方。好，所以这2个矩阵存也是需要这2个空间在这边的。好，但 Galore 事实上是不用的，它对权重来讲，它并没有增加任何的空间，它还是用原来的 backpropagation 去计算出来这 gradient 的矩阵而已，不是，它还是用原来的矩阵而已啦。好，那在 optimum 的 state 里面的话，那对 Galore 来讲的话，它事实上我们前面看它事实上
好，假设以 A 等来讲，它实际上要存 n 跟 v 嘛，那 n 跟 v 它都是一个 n 乘 r 矩阵，所以它是2倍的 n 乘 r 的矩阵。好，那对 Lola 来讲的话，其实呢，它事实上呢，它事实上是需要去存这2个都要去各自要去 run 一个 A 等的演算法，所以它需要去要2个2n，所以它这2个都需要去做这个它在做 run 一个 A 等的演算法的时候，它上面这个一个要2n 的空间，一个要2n 的空间，所以它实际上是比这边多了一倍的空间出来。好，所以这边又多了 n， 所以实际上它是多了蛮多的空间的。好，所以其实 Lola 要用到的空间其实是比 Galore 来的多的。好，那 Galore 就像我们前面讲，它事实上是可以在 multi subspace 里面去 search 的，也就是说，我只要 PT 重新计算一次，它就在一个不同的 subspace。但 Lola 它这个分解矩阵就是固定，就是这个样子嘛，所以它只能在这2个矩阵所能定义出来的空间里面去做 search。当然是后来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啦，就是可以稍微解决这个问题的。比如说我就每计算一定的次数了以后呢，我就把这2个矩阵呢，我先把它乘回来，乘完结果把它加回原来的矩阵，然后再重新产生一个这个 low rank 的矩阵出来。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得到不同的这个 subspace 出来。好，那不过原始的 Lola 里面是没有这种功能的。那在 Lola 里面它是一定不能做 pretrain 的。因为我如果拿它来做 pretrain 的话，那意思就是说这个 pretrain matrix 永远都是 low rank 的。那这样的话，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得到好的一个结果的。好，那他们2个当然都可以拿来做 fine tune 了。好，那我们如果来比较不同的这个 low rank 的 algorithm，那其实说实在就是主要就是跟 Lola， 那至于 Lola 就是我刚刚讲，就是说它要定期的把那个 low rank 矩阵 merge 回原始矩阵的那个演算法。好，不过不管我们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看到 Galore 这个东西的它的好处是，你看它的效果基本上都是跟 full rank 是差不多的。那甚至它其实它还有的时候它还会略微好一点。好，那它跟这种 Lola 比较起来的话，它的记忆体更省，而且它效果更好。所以比较起来好像就没有什么道理要用 Lola 这个演算法。所以基本上 Galore 在所有状况下都比 Lola 来得更好。好，而且 Galore 它最大的好处是它事实上是可以拿来做 pretrain 的。它有试着在那个 Llama 7B 的这个模型上做一个 pretrain。当然他们只 train 了这个15万步而已了。但是你可以看在这里面的话呢，这 Galore 跟 Aiden 的话，你看它记忆体差了蛮多的，但是实际上效果基本上是一样。这个 8B Aiden 你可以把它想成它事实上是一个 full rank 的演算法，但它实际上8B 上面做的 Aiden 的演算法。它的这个 Galore 的效果其实都比这个 full rank 来得好。当然我这边如果是用那 BF16 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但是记忆体也就更可怕了。所以其实来讲 Galore 它事实上是可以比这个 full rank 的 Aiden 如果同样是8B 的情况下， full rank Aiden 它效果比它好，但是它记忆体又比它省。好，那这边其实就是它跟不同的演算法它里面去做一些比较。你可以看的就是说，它事实上这个就告诉你说 Galore 其实它并不会影响到它的效果。不管你用哪一个 optimizer 其实都这个曲线长得都差不多。好所以呢 这个 lower 它是唯一一个这一条红线事实上是4090，它的 GPU memory 是24GB， 它是唯一一个可以在24GB 底下去 fine tune 是这个 pretrain 那个这个 training 一个 7B 模型的一个演算法。也就是说我们用单张的消费级的显示卡呢，我们就可以来
fine tune 一个 7B 的这种大型语言模型啊。那我们今天知道，就这种7B 的语言模型，其实它的效果已经可以做到非常接近 GPT 3.5 的效果。那我相信这个效果也会随着这种各式各样演算法提出来，它持续的在改进。这 7B 演算法其实一般来讲，我们用来做一个聊天机器人的话，其实是非常够用的一个模型。好，那所以意思说什么呢？以后其实大型语言模型以前当然想起来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但以后其实等于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可以用自己的显卡呢去训练出这样一个模型出来。好，所以这个事实上是一个很令人振奋的一个结果了啊。好所以到这边的话，其实这个 Galore 这个论文大致上来讲已经讲完了。那下面这边就是说，我们前面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有跳过的一个东西，就是说这 Galore 到底是不是一个 low 这 gradient 因为 Galore 它的假设就是 gradient 是 low rank 的，那所以在这个 paper 里面，它其实是有做了一些理论上的分析，告诉大家说这个真的是 gradient 的那下面我试图去稍微说明一下这个论文里面的这些东西那当然这后面这分析不见得100%正确，大家就姑往听之了。好，那这个它是不是 low rank 的呢？那它事实上在这个论文里面，它其实他们这个作者呢，他事实上这篇论文其实也搞了好几年了。那我有听过他的一个podcast 里面，他在这个 podcast 里面他有讲过说，这个论文其实是被拒了好几次了。那被拒了好几次的原因就是说，他们之前的这个分析呢，就是说感觉上有一些人觉得说太naïve了一点，就是说这个分析到底感觉上就是一些基础微积分的分析，然后其实这个也不知道它在实际上的东西里面到底是有没有用。那所以呢所以他们之前都发这种理论分析的论文，这一篇实际上它就是把它落实在 Galore 这个演算法上面，然后利用这个演算法呢它就这样证实说他们这些分析其实是很正确的事情的所以这种有的时候这种一个好的论文其实是没有办法那么急功近利的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前面的这些铺垫的工作，然后后面这些东西你才会突然觉得说这边这些东西是很有效的。如果你前面这些东西被人家批评一下你自己是退缩回去的话，那可能后面这些东西就做不出来了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这种什么样才是一个好的 research 其实是蛮难讲的一件事情的好，那他在这边里面，他其实引用了一些他之前的一些论文的一些分析的那他上这些论文里他定义一个叫做 reversible 的 network 那 reversible network 什么意思呢？ reversible network 就是说它里面所有的 operatable 它的 operators 我们知道一个神经网络就是有很多这个 operators 就比如说是 linear 或者 ReLU 或 shortcut 或 softmax 这些 operators 去堆叠出来的一个网络。然后他就说，如果我所有堆的这些 operator 都是一个 reversible 的 network 的话那 operator 的话，它这个就是一个 reversible 的 network。那它实际上呢它的论文里面它有就是说它有说明说其实这些operator其实都是 reversible 的那当然对 transformer 来讲的话它其实并不是每一个 operator 都是 reversible 的所以其实这也是以前论文被有一些人批评的地方了，就是说这些东西那你又不是每个都是，然后你针对这种不存在的网络去分析到底有什么意义在什么地方呢？所以就是说，所以以前也有很多人希望他们事实上是做一个实证出来嘛就是你要去真的是你做这分析，那你不能只是理论分析嘛，你要真的去做一些实作出来，然后去证实说你这些理论分析事实上是合理的。那所以 Galore 这篇论文事实上就等于是总结了他们以前的这些分析呢，然后利用这些分析去做了一个这个 algorithm 出来。好，那所以他就说，如果他其实是在这 paper 里是证明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这个 network 是 reversible 的话它的 gradient 就可以写成这样的形式
可以写成这样的形式。好，那在它上面的在 paper 里面理论 3.2， 好，它就证明说只要是 reversible 就可以写成这样的形式。那其实在它的 appendix 里面有这个证明，好，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好，它事实上就是说只要它事实上结果就是如果它这个网路是 reversible 的网路的话，它的轨点就一定可以写成这样的形式。好，那这个在这里面的这个 B 跟 C 呢，其实它都是一个那个 PSD 的矩阵，所以说这个就是它是一个这 positive semi definite 的矩阵，就是它是一个那个半正定的矩阵。OK， 那 A 就是一个一般的矩阵。好，那假设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一下，假设它形式写成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其实就可以证明说好，那这个gradient其实一定是 low rank 的。好，那所以大家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结论呢，其实只有在它的 network 是 reversible 的 network 的时候才成立。OK， 好，那我们就要看这东西怎么证明。这个证明其实就是它 paper 里面的 lemma 3.1 的证明。好，那我们可以看，就是说假设我们今天我们知道 low rank 嘛，就 low rank 就是说假设我们今天我计算出来一个这个，我就用 backpropagation 去计算出来一个 gradient 嘛，那我就利用这个 gradient 去更新这个权重。那实际上这边的话，其实上我们这个地方其实是会再做一个这个 Adam 的演算法，不过这个东西我们不管。好，那所以呢，假设是我们是这样做，那假设我今天呢，就说利用这个 GT 呢，我从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 W0 开始，这个 W0 开始，然后我去 update T 次了以后呢，其实我就会得到一个轨点。好，那我们可以证明说这个轨点呢，其实一定是 low rank。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大家记得我们前面在讲的时候呢，你可以我们回到前面那个图。在这个图的时候，我说前面这一段效果不好，那是因为其实为什么不好呢？因为这个时候的 gradient 其实并不是 low rank 的，我一定要 update 次数够多的时候，它才会是 low rank 的。好，所以这个意思说什么呢？我这个地方呢，这个 T 呢一定要够大才行。T 不够大的时候，它其实并不是 low rank。其实你可以从这边看出来了 ，T 不够大，意思说这个不够大，这个不够大，这个东西就不见得是 low rank 的。这一定要够大，它才会是 low rank 的。那为什么要够大才是 low rank？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式子了。这个东西这是什么呢？这浪达1跟浪达 I 这个是浪达1跟浪达 I， 它事实上这浪达呢其实是那个 C 的 eigenvalue。好，然后那浪达那 V1 是最小的那个最小的那个 eigenvalue。好，最小的 eigenvalue。好，那意思是说什么呢？意思说什么呢？假设这个浪达 I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值的时候呢，那上面就变成是一个很小的值，然后这边 T 次方 T 只要够大的时候呢，这个就会变成0。但是如果这 T 很小的时候，这个可不会成立哦。比如说假设这除出来这个值是比如说是0.3好了。0.3 如果你只给它3次方它可不是0啊。但是它都是30次方的时候，它可能就是0了。所以这是为什么 T 一定要够大的一个T 不够大的时候，它可能就不见得是 low rank 了的一个原因。所以这个其实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意思说什么呢？我们前面在分析的时候，我们说好像是说我应该要每次做 SVD， 这个其实才是这个分解这个 low rank 分解才是最准确的。但是其实如果你每次都去做这 SVD 分解的话，那反而这个gradient这个 GT 不见得一定是 low rank 的。那如果你把它做够多次的话，它其实就会变 low rank。它其实就是这样来的。好，那我们现在看这个 lemma 到底是这个式子到底是怎么跑出来的呢？这个其实看起来是一个很怪的东西啊。这我那个时候乍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这种式到底怎么得出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东西。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后面这个证明好了。
这个证明其实说实在这种证明其实不太容易写出来的，这个也难怪，就是说这些作者们他们其实是要花了几年的时间才得出这样的一个结果我相信中间也是有一些跌跌撞撞的过程但是这也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好的 research 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现在看这东西怎么做出来的这个 A 减去 B W T C， 然后我们从这个式子里面，好，那这式子呢，其实我们把这个 WT 用这个 WT 把它带进来，好，然后所以我们就会得到这样的式子。好，然后我们把它展开，那展开了以后，我们会发现这个东西这边 A 嘛，对不对这是 A， 然后这边减去B WT 减1，对吧 ？WT 减1，对不对？再乘以这个 C， 我们把这个后面这一项把它乘开，好，那这个东西是我们发现它就是什么东西？它就是 GT 减1嘛，对不对？我们根据这边这个定义，我们根据这边这个定义，GT 减1是不是就是 A 减去 BWT 减1乘以 C， 也就是这个 A 减去 WP 减1等于 C， 所以这个就是 GT 减1。好，那这个东西就是这个跟这个的第一项两个加起来就是 GT 减1，在这个地方。好，那这第二项呢是什么？是负 B 这个烂打把它提出来，负 B GT 减1乘以 C 所以它就变这样的一个式子。好 ，OK， 所以我们得到这样的式子。那我们知道呢，这个 B 呢跟 C 都是一个半正定的矩阵，所以它是半正定矩阵，它就可以写成这样的形式这个如果大家不了解的话，可能要回去看一下这个线性代数里面的说明一个半正定的矩阵，其实它一定可以分解成这样的东西就是基本上你就去做它的 eigenvalue 的分解就是了它就可以写成这样的式子。好，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式子呢，我们把 B 跟 C 把它带进来。好，那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先定一个东西叫做 H H 就等于是这个我们分解出来这两个东西的半正定矩阵把它前后把它加起来的东西。好，那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就会变成什么呢我们就把这个 GT 这边这个 GT 把它带进来它就会变成什么呢我们就是把这个第一项我先把它擦掉，就比较好看把这个 GT 这个第一项呢这个第一项 U transpose V， 我就把这个 U transpose V 把它两个加起来。好，那这个东西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又是 HT 减1了这又是 HT 减1了。好，那这个第二项呢烂打我把这个我把这边整个写烂打这个 B 对不对 ？B 我知道这个是 UDB U transpose 然后再 G 的 T 减1。好，那 C 也带进来 VDC 的 V 的 transpose。好 ，OK， 好，那这个东西我们就来看这个整串式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好，中间这三个东西我们是不是又是这 HT 减1了？好，所以我们知道中间这三项这就是 HT 减1了。好，那前面这个 UDB 是什么东西呢 ？UDB 好，我就把这个式子两边去乘以这个把这个 UDB 两边去乘以 U 把它乘上去那这个所以 UDB 就等于 BU UDB 就等于 BU， 也就是 BU 就等于我看看等一下不是 UB 啦等一下，我这里哪里写错了？我这里应该有地方写错了。等一下，我看看是哪里写错了好，我重来一遍好了。好，这式子是烂打在这边然后这个 B 是等于 UDB 的 UT 好，然后这个是 G 的 T 减1好，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C 是 VDC 的 VT， 好，然后中间这三项 UT、G、T 减1 V， 好，这个就是 HT 减1，就在这里。好，然后呢，前面这个 UDB， 好 ，UDB， 好 ，UDB 是等于什么呢？UDB， UDB， 我看看。奇怪，有点卡到了，等一下。好，理论上这个式子应该等于这个式子啦，我看看这是怎么等于这个式子啊？这种有的时候就这样做一做会卡到。好，这个 UDB 它要怎么变 DB？ 为什么变 DB 呢？奇怪。这 UDB 理论上 UDB 应该会变成是这边 UBU， 然后所以这会变成是，我不应该把 B 弄回来，等一下，我看看这个 UDB， 所以这边变成是这边是 我想这边剩下的东西应该是 UDB 的 HT 减1的 DCVT。为什么会多了一个 U 跟 V 在两边？我哪里搞错？等一下。奇怪，这个，这是 B， 我看看这个东西出来是这个东西式子嘛，哈，那我把两边加上 UT，哦，这两边还要再加上 UT 跟 V 进来，好 ，OK， 了解了 ，OK， 好，再写一遍，好，我这边因为我这边这 GT 我前面要加 UT 跟 V 嘛，好 ，OK， 所以这边是减去 lambda 的 UTB， 好 ，GT 减1的 C 的 V， 哈，我 UT 跟 V 要加在两边，好，那我接下来把这 B 跟 C 带进来，它就变成负 lambda 的 UT， 好，那 B 带进来就是 UDB。UT 的，然后这个 G 的 T 减1，好，然后再 C 带进来，这个是 VDC 的 VT， 然后这边是 V， 好，那这个 V 消掉，这个 UT 消掉，啊，中间就剩下这个式子 ，OK， 刚才一下子卡到了，好 ，OK， 所以这个夹进去后，最后这个式子就会变成这个式子，好，那这个式子我们得到这个式子了以后呢，我们实际上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这个分解的时候，这个 eigenvalue 分解的时候 ，dB 跟 dC 矩其实是一个 diagonal 矩阵，它事实上是像这样的一个 diagonal 的矩阵，也就是说呢，其实它事实上是一个 lambda one lambda n， 好，然后 dC 其实是一个 v one vn 这样一个矩阵，然后中间这边夹的一个 h T 减1的矩阵在这边，好，所以实际上呢，这个
这个东西呢，它事实上是可以写成像假设我把这个展开来写，事实上是可以写成这个矩阵的。好，这个为什么呢？前面这第一项没有什么问题嘛，这个就是直接后面加上 ij 下标而已。那后面这个矩阵为什么可以写成这样呢？因为大家看这个 ht 这个矩阵呢，它这个 h 矩阵它上面每一个点呢，只有在这一行跟这一列的时候它才会出现，也就是说这个是 i， 这个是11的时候就会取到 h11。好，那这个时候这个是2的话会取到 h12。好，所以意思说什么呢？它这个东西就会变成像这样的一个矩阵。这个大家回去把这个式乘开，大家就可以看出来这一点。好，那如果把这东西写成这个样子了以后呢，那这个时候这全部都变成是一个 vector 的数字了。那这个我就可以把这 ht 减1ij 把它提出来，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了。好，那我就会得到，好，那接下来我就会得到这个式子咯。那这个式子其实你看这个东西等于这个东西。好，所以前面这个事实上是一个这个是跟 h 没无关的东西，后面就是一个 t 减1，所以这变成是一个我可以再把这个之后再带一次 recursive 带回去，就变成是一个1减去lambda 的lambda I mu j 的 ht 减2的 ij。那这个就变平方因为这个又多一个这个式子出来，所以我在带 t 式就会变成这样一个式子。所以这是为什么前面那个式子里面 t 就是这样出来的啦。就是这样出来的。好，那所以意思说什么呢？意思说以这个式子，我们如果写成这样一个式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事情。假设前面这个数字是一个比较小的数字的话，当我的 step 够多了以后，这个东西就会变成是0了。就会变成是0了。好，那所以这个东西当然不能这个，所以这个意思说，lambda 对于一个这 eigenvalue 是足够大的时候，就会变成是0。好，那所以意思说什么呢？我这个 h 矩阵呢，h 矩阵呢，其实它这边会有一块，这边是 eigenvalue 比较大的情况，这边其实最后都会变成是0。就我说 ht 啦。ht 的话，它就会长这样，这边变成是0，那只有这边eigenvalue 比较小的这边这2块是不是0的。所以意思说什么呢？那这样一个形式的矩阵呢，它的 rank 其实就这事实上是可以证明的，这 rank 就会受到这边这个非0的地方的宽度的影响。所以实际上我们就可以我们就可以证明说 h 其实是一个 low rank 的矩阵。到这边其实 3.2 其实已经证出来了。那当然就是说在 paper 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证法这个我就不多说明，它可以用那个 stable link 来证明这件事情。来证明这件事情，就是实际上一个矩阵的 stable link 就是 stable link 就是用数值来估计矩阵方法，它事实上是它的这个2个 norm 的这个比例，然后这2个 norm 呢，它事实上它可以写成这样，所以事实上的比例就会变成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式子。好，那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那个 low rank 的low rank 的矩阵。那这个证明大家可以自行参考 paper 的这个那个 appendix 里面就可以看到。好，所以其实到这边来讲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那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其实这个在这个用这种 numerical rank 这个来说明的话，它其实可以多证明一个点，就是说其实呢这个归点的矩阵呢当我把 iterate 就是在这个摄取梯次的以后呢，它事实上是会变成是一个 low rank 的矩阵。但是它事实上是 with high probability 它是 low rank， 它其实也没有 guarantee 它是 low rank 的矩阵的。但是它会说它在非常高的比率底下是一个 low rank 的矩阵，那其实这个就够了，你知道吗？就是说因为就是假设来讲假设我们今天对某个 GT 来讲，它不 for some reason 它不是 low rank。那意思是什么？那我这边求出来这个 PT 呢其实它是错的。因为它就变成是这个时候我这个它的 P 它的 PT GT PT 的这个 transpose 呢
这东西整个做起来了它其实并不会跟这个东西事实上是不相等的。因为我把 projection 过去的时候，其实再 projection 回来，因为它如果不是 low rank 的话，这个其实不会相等。那所以意思说什么呢？我事实上是在一个错误的子空界面去做搜寻的。那这搜寻的结果其实并让它 project 回来，事实上并不会在是在这个不太正确的这个 subspace 里面。不过这也没关系，反正你就在一个不正确 subspace 里面稍微最佳化的几步。但是呢，你大部分情况下你都会，但是我事实上还是在这个 subspace 里面去搜寻一个最好的解出来了。那所以呢，但是因为我大部分情况下都会在正确的 subspace 去搜寻这个解，所以到最后的结果是 OK 的。就是说，反正我还是有很高的机会会得到一个最 optimized 的 solution。好，那这个东西其实其实我们看它的结果呢，我们看的结果其实也会得到这个答案的。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实际上它的 implementation 好了。等一下好，其实我们之前说过它其实它的程式是很简单的。那实际上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看一下它实际上的程式。我把它稍微放大一点，这样比较好看。好，这个是 Galore 它的一个 implementation， 那它是 for Aiden 这个演算法。好，那实际上这个 constructor 这边没什么好讲的它其实只把参数传下来，主要就是在 step 这个function里面。那这个 step function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它就是对于每个参数就是在每一个 group， 这个 group 基本上就是一个 layer 里面的每一个参数呢，那我们可以来看，它事实上是被 propagation 先帮我们把 gradient 算好了，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回想一下我们刚才讲到 algorithm 里面，我们先把它 gradient 取出来。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在这个地方呢，我基本上呢，我把它的 step 这边我计算说它计到几个 step， 然后最重要是说，假设我这 group 里面我有写它的我记录它的 rank 的话，就是说我到底要把project 到多低的 rank。比如说我这边把它定，就是说它是512好了。它是512，假设原来是2048维嘛，我变512维就1/4，所以我就可以省75%的 memory 嘛。这个其实已经蛮不错的结果的。好，那512其实还是一个蛮高的一个维度啊。所以其实那我在这面呢，假设我这边有的话，那我就去create 这个东西出来，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这个就是一个 projection。好，那这个 class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好，那这个在这个地方呢，在这个地方呢，那我们首先我们先 save 两份的 memory。我 create 这个 memory 出来。这个就是要存我们的 Aiden 的 step 的 memory。把它写出来。好，然后呢，接下来这一大段呢，其实就是在计算这个这 Aiden 的演算法。这就是一般的 Aiden 演算法。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这基本上就是一般的 Aiden 的演算法。就大家可以对一下 Aiden 那个式子嘛。就是这边先这个去那个算一下这个 Aiden 的式子，然后这边用 beta 1 beta 2去求一个平均值出来嘛。然后这个在这个地方再去除它的这个这个弄。好，那这个就得到这个东西了。那接下来的话，那我们算完这 Aiden 演算法以后，我们再把这个东西呢再把它 project 回来。再把它 project 回来。然后这个就可以把它加回来，然后最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加到原来的那个原来的那个什么那个权重里面去了，把它加回去，就得到我们最后的结果了。好，那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演算法的话，它其实就是主要就是两个嘛。一个我这边先把它
grade 我先把它 project 到比较低的 rank 里面去，比较低的维度里面去，然后做完 A 等演算法，最后我再把它 project 回来。我们 project 在这里，最后在这个地方我再把它 project 回来。好，所以实际上这做的事情就在这个 projector 里面，就在这个 projector。那这 projector 是前面我们这边这个 lower projector 这边 create 出来的。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回去看一下这个 Galore projector 里面到底怎么算的呢？Galore projector 我们回去看一下 ，Galore projector 在这里。Galore projector 是什么东西呢？它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根据我 project type 是什么东西，它是标准的或是左右就是你要用 PT 还是用 QT 的去算，或是你两个都要用的，是两个都要用的。好，那所以我分别去算它的 lower grade 去把它算出来，去把它算出来。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实际上它这个地方它做的事情就是说，你这个它这边有个 orthogonal matrix 嘛，你可以看这个地方 orthogonal matrix 它是在哪里算的 ？orthogonal matrix， orthogonal matrix 在哪里算？我看一下。get orthogonal matrix。那这个为什么没有？那哪里呼叫 get orthogonal matrix？ 看一下，这可能是在上一层算，我等一下回去看一下。在这里。OK， 好，所以它这东西进来的话，就是说那这个地方假设它这个 update project gap 这个就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 t 啊，就是那个 period。好，它每 t 次呢，它去呼叫做一次 get orthogonal matrix。那这个东西就是在做 SVD 分解。分解完了以后，我们就根据它就是去把它的 full rank 的 gradient 呢去乘上这个 matrix， 就得到一个东西。那这里面呢，它这边事实上它都是只用SVD 跟 reverse SVD 跟 right 跟 left 的，它其实上它都就跟我们前面一样，它 PT 跟 QT 它只用一个，除非你是用负如果你 type 是负的话，它会 PT QT 都用。那这个时候它的 memory 节省就是最极致的嘛，就一般来讲，比如说是2048乘2048的话，OK， 假设你只用一边的话，它就是2048，比如说它变成512，它就变512，变512。好，那你左边或右边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好，但是如果你是负的话，它就会进一步变成512乘512，这个就是看你要把它。但是因为一般我们基于没有必要说的这么小啦，就变成512，其实省75% memory 其实已经很够用的除非你要省更多，当你可以用负的，你可以省更多。好，那所以在这个里面，它事实上就等于是它去做 SVD 分解，然后得到 matrix， 然后它把它做一个矩阵相乘，就会得到一个 projection， 就得到一个 low grade 的这个 matrix 出来。好，那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其实整个这个 Galore 演算法其实就这两个档案而已，其实事实上是蛮简单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好，那今天这 Galore 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